我现在卡不卡？不卡呀，我这信号显示的就2个格。苏黑呀呀！这滤镜好奇怪呀，这滤镜。调一下。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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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吗？这个也行。有点太艳了。这个吧，这个吧，这个滤镜吧。还不如之前那个，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为啥这个表情？因为晒的，不是晒的慌，就是刺眼，就是因为我很少白天在外边，所以我就是对这个光啊，特别的敏感。刚洗完脸，洗完脸上有点紧了。哎呀妈，我侧边白头发这么夸张啊！哎，我这么一看就全是白头发。你戴个眼镜，眼镜在车里，车被小大夫开走。在惠州，是的，在惠州。我这今天都没太阳，我这也没有太阳。直播妈好冷，我这不冷。衣服好可爱，衣服平时就是在家穿，在家穿那个睡衣。小大夫去送我妈妈去了，我妈妈去我哥哥那儿，然后他开车送我妈妈。然后这个白头真的是好夸张啊！我这么看没什么事儿，这么看，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白头发。我今天上午闲着没事，我把那个《跟我回家》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跟我回家》，感触还蛮多的。就好多场景，其实我就觉得那个场景好陌生。就是跟我回家拍摄的那好多场景，我都觉得，哎，怎么这么陌生啊？太久了。跟我回家拍是16年，到现在快10年了。快10年了。人生过得好快，不是16年，17年拍的，8年了。这你们觉得呢？你说跟我回家遇到礼貌怎么办？你说那个，你说郭孝军遇到那个礼貌是吧？
那个时候睡的，那个时候也不太好，那个时候长痘。对，那个时候长痘啊，啥时候都有那个阶段的问题啊，对吧？啥时候都有问题。这怎么会有那么深爱的蝙蝠？这挺虐的呀，每一集一吵，我感觉就是各种吵架啊，就是而且它就不像《小时代》那么吵，它是那种生活琐事。十一再看呀，在网上能搜到，自己搜同款。好帅呀！头发3种颜色是。谁眼睛还不错？谁呀？谁？屋里冷，外边就是20度左右，还就很想在外边坐一坐。那真的是周末，看起来苍老很多。图图觉得哪部最贴合生活啊？贴合谁的生活？贴合我的生活那就小茉莉啊。贴合我的生活就是完全小茉莉，因为小茉莉就是我30到34岁的人生。30到34岁的人生是小茉莉啊。跟我回家其实都跟我回家也好，包括就跟我回家就是虚构的。对，跟我回家就完全虚构的。不能像李茂一样，李茂他又没死。李茂他最后他也没死。我其实现在在写第2部嘛，写不是，也不是第2部，就是新的一部，我倒是想写，但是我怕别人撑不起来，我又沉浸在一种就是循环里边，就是想写剧本，但是又怕别人完成不了。白发会慢些，无所谓了，我觉得无所谓了，就是什么白头发什么，不在乎外表了。不是晚期，是早期啊。我在惠州干嘛？我在惠州就待着，我就待着，继续开个酒吧。现在不适合做生意。我91年的，91年。白发太多是什么？大多是遗传，无所谓。我觉得白头对于我而言无所谓，就是我没有感慨自己什么老啊怎么样的，只要身体健康就行。什么老不老的，外形怎么样的，
可能就是想让自己健健身，但是头发这个事儿无所谓。狸猫会演吗？哎，就是狸猫形象很好，然后拍也可以拍，但是就觉得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就是因为现实中跟他了解算是比较了解了，觉得他的个性可能不会太出彩，就作为演员的来讲的话呢，不会太出彩，这个是我比较头疼的一点。在我拍《跟我回家》和芝麻的时候，我就知道龙二会很出彩，那谁也会很出彩，郭大虎会很出彩。龙二啊，龙二还行，龙二这里边最好了，他是里边最好的，他比我演的都好，真的，我觉得龙二比我演的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被他惊讶到，就这个人他有能量啊，有很多的潜力和能量，就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的。我觉得他是阅历吧，阅历比较，就经历比较多，然后就是比较细腻的一个人。我其实到了30岁以后，就都是钱。到30岁的时候，我生活里好像就是钱，就每天都是挣钱、应酬、成年人的世界、酒，就是没有爱情了，就是爱情就是没有那么深刻了，演的也好，都好，都好。在佛山没有，我在那个惠州，在惠州，刚洗完头，洗完脸，洗完头。感觉好孤单。小大夫去送我妈妈去了。小大夫去送我妈妈去我哥哥那儿，不冷，天气不冷。这衣服现在烂大街了，大家就是可能在抖音上就能刷到烂大街。我是觉得本来想带货来的，后来我看他们那个正版，就他们那个蜡笔小新的正版才188吧，我这个这就假货嘛，假货，然后就说不卖。边上的白头发好像变白了，穿羽绒服。穿羽绒服正常，12月了，都快1月了。跟我回家，希望自己和大虎一样，还是有大虎一样的变。这我能说实话吗？我觉得龚大虎那个角色其实，是他演的好，不是说这个角色有多好，
就是他这个，就如果说就是处对象的话，就是这个人其实不太适合处对象。我没有觉得他这个角色好啊，或者他这个角色的性格好。有个袖口，有个线太多了。在哪能看到你作品？在 B 站。对，我不觉得他这个角色好，可是他这个演员演的好，再加上我俩可能就是会比较有 CP 感。这里边角色最好的，我觉得是龙二这个角色吧。是龙二这个角色。龙二这个角色就是他有起起落落的那个感觉，而且他是走正道，然后又很痴心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我很喜欢的角色，而且我会觉得我觉得男朋友的标准来讲的话，是事业一定要厉害。对，就是我就是老公的角色啊，老公的角色，我觉得事业一定要厉害。我觉得事业厉害的老公才是好老公啊，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啊。还有交集联系吗？没，有微信，但是也不常联系。有新节目吗？我在努力，我在努力去做新的东西，但是，事儿也比较多，事儿比较多。其实我答应一个朋友，我就一直想，我一直就承诺说我不忙了，然后跟他一起去全世界旅游之类的。但是我承诺了2-3年。这2-3年是我人生中特别充实、特别满的2-3年，所以就一直都没就是没做到。就很。大虎的抖音是被注销，都注销了，我不知道，他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对他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了，没问。没问。在我心里，我会觉得说，太忙太累了，就是，也不是累，就是忙，好像从30岁步入30岁之后，我就没闲着，就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就是说，就是懒散几个月之类的没有，就是完全就是事儿叠着事儿。发财，注销了。我预计是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了。91年，对，91年。刚才我看到一个人的 ID，完了，就是本来我俩是那个互相关注的，后来因为一个事儿，他就把我取关了，然后我也把他取关了。就是我给大家讲讲什么事儿，就是呢，
我认识一个还算是有点小钱的人，也不是算是有点钱，我觉得千万吧，就千万级的一个人。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图图，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想演戏，就是你看看能不能给安排一个角色。我就跟他说，我说谁呀？我说得看适不适合。他就跟我说你俩好像那个抖音也互关了，然后他说他挺想演你的剧的。我就说谁，我就看了一眼，我就说啊是他呀。我说其实这个人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拍了3、4部了，2、3部了，其实我看人看得蛮准的。有些人他其实没有，就是他可能各方面条件相对的不算差，或者说就可能在某些人角度他是优秀的，但其实就是他没有观众缘儿，就有些人长得就没有观众缘儿，对。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就是这个要安排角色的这个千万级的这个人，我说你跟他处对象了？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在追他吗？因为这个千万级的吧，没事他妈就爱追别人，追这些抖音的小网红。我说你又追人家呢？他说那个就是对他有好感。我说那你完全没必要。我说不是我说你，我说你这都几个了对吧？我说你天天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说现在拍戏吧，就是大家经济都不是特别好，没有投资人之类的。我说你要想让他拍戏的话，那你就得投，现在投一部剧至少得40、50万，至少得40、50万。我说你这40、50万去在一段不确定的感情里边，你觉得你值不值？对吧？你就说你值不值？他说这个人就跟我说了好久，就说哎挺喜欢的。我说喜欢归喜欢，我说这要是你对象的话，你要去做这个事儿可以，但不能说不确定关系我就让你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必要。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如果说杨紫和黄圣依的关系啊，你杨紫砸多少钱都无所谓，但是你不确定关系，你给人砸了40、50万，我觉得这个你不就是给别人做嫁衣吗？而且我跟这个朋友其实也认识很久了，我其实说的就很直白，结果我就没同意啊，没同意，就是说就是他想拍这个东西，我说拉倒吧。对，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就是这个抖音的这个跟我互关的人就取关我了取关我了啊！刚才我看见他进来了就关系不会硬，不是啊，我就觉得很多就是成年人，成年人我觉得吃了这么多亏，要长教训吧。要长教训，我觉得是要长教训，就是他总在感情里是这样的。千万级大佬取关的我没有，千万级大佬人家不玩抖音，就但凡就是稍微有点钱的那种，到了资本的人，其实他们就不会玩抖音。所以你们就你们要记住了，就是那些在网上吹牛逼的人啊，那都是吹牛逼有钱人不会吹牛逼啊。别来无恙，你是谁呀？26岁，横湖，刷几万块钱，
嗯，是啊，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但是那你要是出钱拍剧的话，那我就得围绕你这个演员去写角色，整个的就是剧本都得围着你这个演员。但如果说你这个演员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也是煎熬，嗯，这其实也是煎熬，所以我不愿意搞这些。刷几万也不一定有钱，也可能倾家荡产。现在的人，我觉得都不是傻子吧？我觉得就是特别是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都会很小心谨慎了，对吧？周明磊跟店长走了吗？什么东西？没看懂。周明磊嫌弃卡爷，好吧？你们说的是剧情还是现实当中？小带我去送我妈妈去我哥家了，看了好多遍芝麻，现实卡爷挺烦人，卡爷为什么说烦人呢？我觉得卡爷其实憨憨，也不是憨憨，就是卡爷其实这跟我是不一样的个性，我觉得啊，对对，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渣男特质，不了解，不了解他就是现在的感情。卡爷就是没演技，很交朋友没问题，交朋友没问题。能问主播多大了吗？我91年的，91年。不要说卡爷坏话了。有些人嘛，就是在我这挑事儿，交朋友，其实卡爷交朋友挺好的，有点干燥，是的，是的。龙二多大了？不知道，就是我记得龙二好像是那个岁数，他龙二对外宣称是那个岁数。你也知道，有一些娱乐圈的人呐，咱们就是改年纪，就是比如说张天爱呀，什么还是改年纪。具体他多大我也不知道。不敢，我不敢问，我也不敢问。82年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86年左右吧，86年差不多，可以吗？可以吗？我这种说法可以？好像是86，他对外宣称好像是87年，
明年他就89年了，就是这，啊。像贾冰，不像。我觉得贾冰很丑啊，啊，贾冰，我觉得很丑啊，我觉得很丑。我喜欢秀气的长相，对，我喜欢就是贾冰不，我觉得很糙啊。两边是染的吗？没有，正常。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想看看主播的房子，现在没装好呢，没装好呢，等我装好了，我肯定给大家看啊。在外边不冷啊，我们是惠州，惠州现在20多度。几次真的想让自己走，装修没装好，完了家具还没进场，所以给大家看不了。对象呢，送我妈去了，他没有上班。房子买惠州了，对，这边有一个房子在惠州，最近有新剧嘛，就是在写剧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桂花香，我还说呢，下一部叫那个小桂花，就是或者叫桂花开了，啊，这是下一部叫桂花开了，小大夫回来了。惠州有山有海，适合生活。就是惠州，你像我们这边，我觉得有点偏呢。就我觉得惠州其实生活不太便利啊，就可能像我在深圳待惯了，我在深圳的话，我那个地区，凌晨4、5点钟还有好多外卖可以选择，这边到10点左右就没有什么外卖，而且挺难吃的。房子在惠州大亚湾吗？我不知道这算是哪儿，这惠阳，我是在惠阳。车回来了吧？不是他你在说啥呢，蒙弟？惠州是1线城，是二线，啊，是新2线。1楼带院子吗？是，别只画在，是想写那种剧情，但是，我其实就是不想给自己太多戏份。如果说有合适的演员的话，我就不想让自己戏份特别重。但是现在遇不到那种能完完全全就是扛起，除了龙二吧，除了龙二，但是龙二可能下一步又不在，所以就是现在，哎呀，就不知道这个剧本应该怎么写啊。
就是就很头疼。会接别人的戏演吗？我很愿意啊，对，我特别想啊，自己拍戏很累的，下一步什么拍不确定，这个没有办法确定下来。去横店看看，什么店啊？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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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对，在惠州。惠阳的房子好便宜，广州很多地方的房子都算是比较便宜，但你要跟东北比的话，我觉得这边肯定比东北贵，对吧？那东北可能你像鹤岗，它可能有2万块钱的房子，咱们就不说鹤岗吧，咱们就说其他的地方，可能10万以内也能买。对，所以相对于北方来讲的话，南方的房子还算是贵的。但是你要说惠州房子就是2居室，我觉得基本上是在50万左右，啊，50万左右。所以那比东北要贵嘛，对吧？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其实鼓励大家来惠州买房。就如果说你能承受得住的话，其实惠州它毕竟还是南方，就是比北方要好很多。就是你们没在北方生活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的冬天，就是你干什么都不方便，对吧？演的也很好，他演的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些演员他其实性格不太稳定的，比如说龙二，比如说龚大虎，他们其实生活也好，性格也好，他们其实不太稳定的。他们就是不像那些演技不好的演员，他们随时都有时间的，就是他们是可能这段时间有其他安排，那段时间可能怎么的有一个想法，过一段时间怎么样的，他们是比较对啊。南方更冷，惠州蛮好啊，惠州蛮好的，我觉得惠州其实适合大家来。我相信你说江湖救急，江湖救急是可以的呀。江湖救急，那你演几部演多少戏呢？对吧？那我怎么给你写角色呢？是吧？演别的戏就得舍家很久，舍得了，什么意思？没看懂。每年冬天冻死，是不是啊？北方都是对呀，我是北方人，对呀，我是北方人，我知道。北方冬天外边就很难熬嘛。你像在东北的话，我觉得很少就是有很少人就是骑那个电瓶车之类的啊，也很少有那种天桥摆摊儿的，因为冬天其实就是比南方少很多，对，比南方少很多。
接别人的戏就得舍得离开家，舍得离开吗？啊？啥呀？这得舍得离开家。我们的戏又不是说拍个10年半个月的，就是我们中途是可以给演员一些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事儿的，因为不是说所有人每天都会有戏份，所以他们可以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就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说百里那个会有时间，然后你说我呀接别人的戏，舍得离开家吗？是也无所谓啊，就我会觉得，就是你说的是恋爱吗？普地啊，你说的是恋爱吗？还是真正的家呀？如果说是恋爱的话，我觉得好的恋爱就是让你安心去做事业。如果说是真正的家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那些身外之物，我觉得没有伯呀、萝卜，就那些身外之物，其实不是你特别看重的就身外之物不是你特别看重的。比如说房子啊之类的，我会觉得每买一个房子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累积，但如果说你需要钱了，你把这个房子卖掉，我不会觉得难受或怎么样，不会特别，我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就是什么，我没有那种情绪，我没有那种情绪。可能我对人会有，但是对物品没有。外边天黑了，是不是黑了？你们觉得黑不黑？黑我就去里边直播。分了吗？没分。就是在闲聊。还去台湾客串吗？那台湾那个人他也没把那个没把那个剧本写完呢，我也不知道啥角色呀，我也没敢，对吧？搬家不就是有感慨吗？感慨归感慨，你看不见也就那么回事儿你看不见也就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咱家车回来了？不是咱家车，咱家车是黑的 ，Monkey， 咱家车是黑车。还没回来？没有，他今天那个不是周末嘛？周末其实对于惠州来讲的话，就是很堵车，因为好多都是去来这边玩呢，或者说家里在这边有房子呀，最终还是要回深圳呐，所以就那条线其实特别堵。惠州是周五和周日非常堵。装修多少个下来？我没花多少钱，我整个的装修其实能花个，我觉得18万左右吧，18、9万吧，20万以内，20万以内。因为我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带装修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就是我自己改造了一下，所以就只花了不到20个，现在是花了16个左右，但未来还会花嘛，因为还没装完。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之前它带装修，而且我觉得装修这个东西就看你个人了松弛很多就因为你没买过别墅你没买过别墅，所以你会觉得有个小院真好然后前2天我们的院子已经修好了嘛，
不是，就是那个围墙已经修好了，就是因为你得有个围墙，然后才会有院子嘛。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做好的那个小院里边，我觉得哎呀，有个院子真好，是，起码现在的感觉还是有个院子真好。可能再过1年，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触了，对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房子，嗯，其实我做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嘛。当时其实我就是想，因为我觉得我房子已经买了，当时我房子已经买了2个了，然后都是那种电梯嘛，电梯房，没有没有别墅，而且就是电梯房，其实养狗不太方便。那我就说，那我想买个别墅，结果我就在筹划这个事情，然后就大降价呀，我觉得我算是掏底儿了。我买房子的时候算是掏底儿了，就是那个我买完之后，就是出台政策开始保护房价了，就我买完之后就是保护房价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买的这个点它不是，就是它还 OK，还 OK，所以又碰到了一个二手房，但是又没有人住过的房子，它虽然是二手，然后它又带装修，然后又从来没有人住过，所以这样的房子我觉得就是挺适合的。那我就赶紧就是买下来了。其实我也看了其他的房子，我就会觉得说，你买房子你就不太喜欢别人住吗？别人住过了，你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我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过，所以我就没事，黑了呀，对吧？黑了，我就进去了。感觉今天要下雨哦。哎呀，理性调一下。就行。享受惬意的生活，就是这2年经济不好，然后就想着说，就是养精蓄锐，就是不让自己那么大压力，然后再加上很多事情你急不来呀，那我就说那就调整一下自己。我做酒吧这3年其实挺伤身体的，而且就觉得这几年好像自己没有停下来过。那我就说，你休息休息，你才能以后更有就是力量去做一些东西，对吧？是这样的，就是对啊，就是趁这个机会就让自己放慢，是好，我觉得是给我一个警示吧，就是老天给我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嘛，对吧？
吃点啥呀？你想吃啥呀？那你去买点菜吧。去买点菜吧。想吃啥菜？冰箱里面有没有？买，你看着买呗，你想吃啥我给你做。我瞅一眼冰箱有啥。说你爱我。碧桂园吗？是的，碧桂园。啊。这个床单洗干净了吗？洗干净的。小朋友回来开心了。我的蜜蜂小猪不要给我丢。你赶紧去该干嘛干嘛好吗？就是你不要拖了，我没吃饭。好的。干啥事拖？但你不能给我丢掉。我的蜜蜂小猪这么可爱。你干啥？现在又是在装修。几年前，去年，前年，前年，2年，13啊，去年的事儿。14年，13年啊，13年，对。现在住的这儿入住率高吗？应该是几年前吧。我啥时候买的房子我不清楚吗？去年啊。现在住的这儿，住在这儿入住率高吗？我们这个小区是非常高的，啊，我们这个小区其实算是，就我们这个小区都是深圳人或者香港人在这边，啊，还有东北人在这边买的，对。你叫小戴维去做饭，他不会做饭，他做饭我吃不了，他一般都是他这个说想吃啥，然后我做，他去买菜去了。这边呢，我就不太像东北那边嘛，就是好像，你会囤很多的菜之类的，我不会，我这边都是现吃现买。所以就是每天都会就会买菜啊，对吧？你是屠夫的男朋友，这怎么解释呢？这个我有没有可能我是屠夫？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看我直播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叫屠夫啊。上下几层？上下3层。我把千层图看错了，千层图吗？
最近在那个最近在那个就是卖桌子，就是最近在卖桌子，就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个就是我把深圳的家搬过来了嘛，然后那个就多一个桌子，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提啊，咱们就是美式大餐桌啊，打算卖掉，刚买的。深圳的房子还在还在，打算那个出租或者卖掉。深圳那个酒吧开了几年？开了3年半。你失去我了。老鸨，你要是需要这个桌子的话，我买的时候是2000块钱，算你1500好了。1500你拉走。什么？第2季添加自动有的剧情没有？是的，对，有的，因为后期都是我自己做，然后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做，因为它那个自动字幕，然后它有的时候它不识别，然后识别的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还得修改，别剔除，你别剔除出别墅，啥呀？健康好吗？健康可以，身体最近其实算是蛮好的。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很少喝酒了，就是我这4个月喝酒，8月份我把酒吧停了，然后这4个月我喝酒不超过10次，有一次是自己喝的，有一次是跟家里人喝的，所以就是就觉得不喝酒蛮好的，再买18个椅子，我的椅子一直都没买呢，还差7把，就是还差7把，也不知道哪位好心人，对吧？开深圳最大的收获是小南门，酒吧其实也算是人生的一个体验。然后我在开的时候，我就其实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开酒吧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让自己性格变开朗，对，就是让自己的社交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爱情的东西，因为我一直都不缺，所以也不觉得爱情其实就是很怎么样，就是我现在整个回顾自己的人生，也不是回顾自己的爱情，对，就是都是你可能我的骨子里就不是，就是可能就是刚进圈的时候，可能把爱情看得很重要吧，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其实
当你能去驾驭一个东西，你就不太会去沉迷。啊，对，你不太会去沉迷，就是感情这个事情，自己可能在感情这方面比较比较得心应手啊，就是他，就那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就是当你能驾驭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去着迷这个东西了。相反的，就是其实你着迷一些东西或者着迷一些人，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你驾驭不了，所以你会着迷啊。我现在就是现在我驾驭不了的是金钱，因为我没钱。我很期待，就是我人生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能驾驭金钱啊。首先我得有金钱，然后我去驾驭它，然后对我驾驭的非常的自在，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整点高端的，对，只是很多人他，当你呢有这些东西了，你就没那么在意了，但是你看，就是当你失去了这个东西，你还是会非常在意的。比如说，你让马云没钱了，和你分手了，其实是一个道理。可能你这段感情可能，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你要失去他，你会非常的难受。马云也是这样，对，他有爱情的时，他有那个金钱的时候，他不觉得什么，失去了他就知道金钱的好了，是不是？真情实感，是的。你的网名有寓意吗？没有，随便起的。我靠着吧，我靠着跟大家播吧。而你会真失恋。前两天那个什么狼宝女辉哥，发私信说那个，那个邓紫棋的那个演唱会，然后说要请我和小大夫吃饭，我说我没时间，就非常冰冷的几个字，我说我没时间。就你们能懂吗？就是其实狼宝女辉哥。前一段时间，给我捅了很大的篓子，所以现在狼宝你辉哥，就哪怕我有时间，我都不见你。这你喜欢你的人太多了，对吧？这样会不会警告啊？盖被子会不会警告？那又何妨？小大夫现在是你的员工吗？我没做任何事情，他不是我的员工，他是我的伴侣，啊，他是我的伴侣，我现在没有做生意。狼宝女辉哥说是我发到群里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林海，那个林海是狼宝女辉哥的小号呢？然后他用2个账号自己跟自己吵架。奋斗的老王飞
这才几点呢？6点就飞呀，这比下班点还准，我的天！你是6点12点，啊，稳定发挥，阴间的想法。就是那些就是变成黑粉的人，一般都是那种就是，我现在摸到一个规律，就是，但凡成为你的黑粉，成为我的黑粉的人，都是一开始就特别特别就是那种疯狂的舔你的人。狼帮你辉哥他不算舔的人，但狼帮你辉哥很容易就是那种就是，他会自导自演，他不会像那种就是成为黑粉以后天天来骂你，他不会，但是他会营造出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失去我了，我也失去我自己了。风啊，雨呀，公交车呀，就那种他是这种的，所以也挺吓人，就是这，对，他也挺吓人，就是，而且他不是在你看不到的位置，他是要站在就是离你不远的位置，然后就自己在演独角戏，对，前几天窝过脸去卡卡直播间，问卡卡会不会因为会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暴跳如雷？他不会，不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就窝过，就是那个卡卡不会，我也不会。其实我有的时候吧是不耐烦，但你要说我什么暴跳如雷，我不会。我是非常就是不耐烦的人，什么时候能出下一步？有机会一定会出。他的意思是你脾气不好，我脾气本来就不好，我脾气确实是不好的。罗二去日本了，不知道。我承认我脾气不好，我不是说跟所有人都能交朋友的人，我觉得我没有那种义务去隐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更希望的是别人能看到我的情绪，然后去改变自己，是不是？对，对我讨厌就是蠢的没有边界感的人，所以这种人你让他远离你的主要方式其实就是直观的直接的去表达你烦他这件事情，就不要特别隐晦了。黑粉占小便宜，就是你说的是心理占小便宜是不是？就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说黑粉是源源不断的，特别自然。你们开拍前对戏吗？我们不对，我们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跟他拍戏，如果之前对戏的话，就演的时候就情绪没有那么饱满了。我们都是把自己的词儿弄好了，然后直接演，现场就是我就演得很爽，就是这种感觉。你要是让我把就是一部戏，然后一场戏，然后我们之前就演了，后边演好多遍，我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对，
天赋型演员，我跟他不是最默契的，我觉得我跟龚大虎是特别的，就我跟龚大虎那个阶段其实是更夸张，我跟龚大虎那个阶段是我们没有台词，我们现场编，而且我们不提前去对，直接边演边编，对，我跟龚大虎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跟龚大虎很多的台词啊，都是没有台词，所以演的就会更自然一些，因为说的是彼此就是经常说的说话的方式和语气，对，我跟他是这样，对，就是我开拍之前我会说，咱俩接下来有一场戏，然后结果是什么？中间我们要就要说多久？这场戏要多久？对，就我跟龚大虎的戏份是这样的，傲娇网过来的，所以就是对，那个时候更爽，比较多开放，你的剧本写的比较多开放，没懂。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我在被窝里跟你们聊天儿，其实也不是特别冷，就是冻脚，然后就想盖住脚，然后我就觉得说，直接盖个被子吧。大虎挺帅的，我觉得我的演员里边都挺帅的，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龚大虎啊，就是卡卡在我的眼里，就是他也算是帅的，但是他跟龚大虎和龙二还是不是一个状态的，就是卡卡帅的点是他很顺眼，但是他不是惊人的那种，但我觉得我的剧里边颜值排名的话啊，我觉得是排名不分先后吧，一个卡卡，一个不是呸，一个龙二，一个大虎，还有一个是阿赞。对，我觉得这仨人在我的审美里边，我觉得这仨人算是就是挺惊人的。就是一打眼我就觉得说，哎，这仨人我看着我就觉得颜值其实挺突出的，对。自己排第一，我没有，我不在里边。我其实在这里边，我可能我的颜值就是比较一般，我也是比较顺眼，但是我跟卡卡的顺眼还不一样，对，我也是属于就是顺眼的而已，就让我清点，就是你们要知道，阿赞其实是我来深圳之后，我刷抖音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刷到阿赞，我说我的天呐，这个人就是能把胡子留得这么好看的人，就是让我觉得阿赞其实就是他又不老，但是呢又稳重，对，我觉得阿赞就是让我惊为天人。然后我开酒吧了，然后阿赞来这边来玩儿，然后我看到了，然后那天我其实就喝多了，我说哎男神，
说那个咱俩互关了，他说啊对，知道你那个怎么样，阿赞其实有点社恐嘛，然后我就说我就喝多了，我就拉着他手说做我的演员，我说那做我的演员，然后我就在我的酒吧里边，我就宣布我说啊咱们要清洗一个项目，然后我已经找到男主了啊，我的男神怎么样？我就拿着麦克风在那说，然后，但我跟阿赞一直都没有聊太多，然后一直都是有这个承诺啊，就是我就说出这个承诺了，后来我就真拍了，然后就定的是阿赞是有他啊，有他，然后就真的来了啊！像我不是做你媳妇儿，我没有那种想法，只是我觉得好看的人，我不一定要跟他怎么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艺术品，能懂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那它就是好看的，然后它就应该供大家欣赏，它跟谈恋爱不一样。我现在想要的对象都是那种就是哎，他性格比较好，然后又挺喜欢我的，然后我俩在一起我会很安心，我愿意跟这种人，我愿意跟这种人谈恋爱，我不太会跟那种什么什么男神呐、什么那种，就是名媛的，我不会的。把持不住吗？不是把持不住，是觉得没必要啊。你过日子你想想，你把一个美好的东西，然后跟你去柴米油盐了，其实这个东西挺残忍的，啊，挺残忍的。就是你不能让你喜欢的东西变俗了，因为生活是俗的，能懂吗？啊，在惠州是的，在惠州。很帅的人又不太多了，不绝对。有朵爷叫那个什么你的馒头小可爱是吗？惠州比较宜居，惠州还可以吧，还可以。惠州不太方便，我觉得这好多东西都没有。我们别墅多少钱？这个不能说呀，这个有什么说的呢？这个也不能问呢。现在还单身吗？啊，我现在没有，我这一直都没断过呀，咱们。对，没断过，没断过。小李阳也可帅，李阳是谁呀？李阳是谁呀？你这个回答很危险。确实啊，我这感情没有太，就是我没有那种什么，因为我没有欲望，我没有那种就是什么，感情上很大的那种空白的那种，就是没有感情上的空虚，所以我就不太会有那种特别强的欲望啊。
人中怎么了？因为干吧，啊，因为干吧，然后脸上就有那个皮屑，干吧，就吹空调吹太多了。不知道为啥就躺下了。他回了，他去买菜了，开车去买菜，打算在被窝里，等会儿我要做饭了。激光点阵有效果没有？我就打了2次，所以就算有效果，其实它也不明显，啊，只是激光点阵你要打7、8次以上，啊。买完菜了吗？干啥了？化肉。你都有啥呀？可以炒一个辣椒炒肉。还有一个土豆。辣椒炒土豆。还有吗？没了，就2个菜。行。还有茄子，你想做吗？那你煮饭了吗？还没呢。那你干啥了？遛狗。啊，你去煮个饭吧。锅都还没刷呢，刚泡5分钟再刷。锅没刷呢，它里边有饭呢。有饭粘，就是盛完饭的那个样子。没刷。行。要打科医院人的效果好。打科医院人是什么？就晚上会很冷，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科医人现在在哪里了？我现在在惠州。科医人牌子，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打激光点阵，你其实就去医院打就好了，一次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1000到1500左右，就是看医院。我是去的3甲医院，然后好像是一次是1000或者1500，打个8次左右，我觉得效果就非常明显。但是一般人推荐是打10次，看你自己的那个恢复情况。你像我就打了2次，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夏天。打完了以后你还不能洗脸，我这脸又油，不洗脸贼难受，对吧？所以就是你要冬天去打，我觉得还好一点，夏天打然后不能洗脸，特难受，特难受。所以就这个东西你计划好了，夏天很难受的不能洗脸。而且我这个人吧，我手比较欠，打完了以后它就结痂嘛，我就忍不住抠，忍不住抠，就我觉得那个皮快掉下来，然后呲一下拽下来，然后就开始冒血，就等于白做，看个人情况，而且我觉得其实价格不便宜哦。价格不便宜，一般人做不起。你像我之前我就说，我拍戏，然后经常那个特写拍不了，所以我就说，那我弄一个吧。后来没坚持下来，打这玩意儿也算是疼的，也算是疼的，就是打完了，打的时候吧还好，因为你用麻药嘛，但其实也疼，但恢复的时候挺疼的，就人生的一个体验，我觉得结果不重要嘛，又说到一个很久的一个话题，就是人生不要看结果，因为那个结果对于你当下是个结果，但是对于你整个人生，它只是一个经历，打什么？他们说打激光点阵，激光点阵就打痘坑、痘印儿。
没美颜看不出来。我们拍剧其实不能太去美颜，太去美颜的话画质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是我要是能打的话，我还是要打的。跟我回家的时候，我皮肤就不太好，到后边不起痘了，但是痘坑、痘印儿还是有。聊医美，瞎聊。说你爱我，哎呀，穿鞋下楼做饭饭了。卧室都没收拾好，现在就空空的，这个卧室就空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弄了一个投影仪，然后每天晚上就这个大白墙要投影的。哎呀，床单洗了，我都没铺。穿个袜袜。这都没收拾，特别乱。小大夫不回来，我都没收拾，我就说等小大夫回来我再收拾。对，我在惠州。那个，这个膜还没到啊？对啊，我看一下，是不是韵达呀？我看一下。韵达这个点儿不知道咋回事，一直都不送。我要看一看，等会我看一看。就把头发剪这么短。这炒锅好用吗？我没用啊，我妈用的。还是想喜欢吃蒸茄子，我蒸就行。蒸了呗。哎妈，手上有妈水。
咋蔫儿了呢？说说要还要吗？不要了。要啊，吃这点香菜，蔫儿了也。里面还有啊。我要。看一下那个，我手上有水，我给你吃。香菜，那一点点都不够吃。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要吃螺纹椒还是普通的辣椒？都行，它俩辣度其实一样的。一个是不辣的，一个是辣的。都辣的。100米。现在就买这个旧的，这个买了好久了。这个是咱们的吧？是啊。爱马仕。4个吧。这个不够，也不够。够了，3个够。4个吧，有点小。爱马仕的杯子。是真爱马仕还是假爱马仕？不知道。而且你看它的样子，就是很没有爱马仕的气质。不知道，我确定是不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别人送的。要过生日别人送的话，那就是真的。但是等会我给你搜一搜。我也不知道这哪儿来的。这土豆好大一块。这是小土豆。嘿嘿，小土豆。这个腊肠。啥声？冰箱啊？开太久。这个还要不要？不要了，感觉那个放好久。那给狗吃哦。别给狗吃，我怕好。扔了。小包了。我妈买的肉还挺好的。冰了。昨天你家吃饺子了吗？我们吃火锅，吃汤圆。你们对这个就是都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很重的一种概念。
没有啊，你走了，我们就包饺子了。本来我妈今天要包好多的，结果你把车开走了，买不了东西。今天我买涂料我都没车。下次吧，你愿意回哪儿回哪儿，你别开这车。热的嗖嗖的。回去一趟，油又没了吧？全是瘦肉啊，这能好吃？哎呀妈呀，这太冰手了！
就是啊啊，这就是啊。啊啊！这就是啊！我那个插板对。张杰的歌没听过吗？到处放这些东西，整的我，啥都找不着了。他每天都很性感。辉哥，要不实在不行这样吧，我那个还差7个椅子，你说呢？你说呢？
人。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会做饭，我做着这个。他这个电饭锅，他他妈还得摁一下，这么半天白等啊，跟咱们那不一样啊。那我这先不能炒菜，想做我的邻居，我这边旁边正好有一家也要卖，他不卖。但是我们隔壁，就是后边有一家，但是它是朝北朝向，啊，北朝向有点阴。啷个算嘞，啷个算嘞。睡衣上架，这睡衣大家搜去吧，这搜同款，烂大街了这一款啊！不是说我不给你们推荐，我这个40多块钱，40多块钱啊！你们要在网上买的话，70、80的话 OK 的，70、80大家可以买一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款多少钱。我买是40多块钱。冬天做饭更省。我不要让你一个人